我现在刚结束菲律宾的语言学校不久，然后在那里认识到很多日本人。现在又刚好来到日本，我就请每一位同学们他们推荐一个便利商店最喜欢的甜食跟一个最喜欢的咸食，然后总共有4家便利商店嘛，要推哪一家都可以。好，那现在来到第一家 Lawson， 第一个品项是 Lawson 的鲑鱼饭团。他是说 Lawson 的饭团都很好吃，然后我要他硬推一个的话，他最喜欢的会是鲑鱼，然后他另外又推了他们的唐扬鸡，可是唐扬鸡因为是热的，我们就先吃热的。My Japan friend， ごめんなさい。我评分的规则绝对跟当初在学校一样严，在学校怎么评的，我现在就会怎么评分。很经典菜语，这也是便利商店，不要太严格，不要太严格。不要太严格，我有买错品项吗？我怎么觉得是鸡块？它是鸡块，没错。3.5分，绝对比麦当劳、肯德基、摩斯的鸡块都还要难吃，因为它就是便利商店出来的鸡块，它不是现炸的那种，所以绝对不会很爽。然后它的含肉量吃起来也不算太高。先来吃它主推的鲑鱼寿司的部分。鲑鱼饭团。饭团，对。先来吃它主推的鲑鱼饭团，不是鲑鱼寿司。Oh my god！ 我咬了3口才咬到料。我觉得它料塞的方式跟台湾的风格很像，有一部分有料，然后另外一部分没料。像刚才咬了前几口也都是没有料的嘛。然后它这个鲑鱼饭团，它是一个像鲑鱼松吗？但它也不是鲑鱼松，那怎么讲？反正就是煮熟后的鲑鱼，把它捣碎，然后再加到饭团里，非常普通的一个饭团。我也不确定它要推的是不是这款，因为我在里面就是看到，主要就是看到这款鲑鱼饭团而已。如果之后有看到其他鲑鱼，我再来试看看。如果真的是这款，那就拍谁？这大概3.8分。Oh my god， 我会被演上吧？再来下一个是我的同学修塔，他推的 Pine Cream 泡芙，然后他打了超多文字跟我介绍这款泡芙。他推其他东西都是简短带过，但这款他打了超多文字。简单来说，他就是说，如果甜点来说的话，那最好的就是在 Lawson 里面了。然后他叫我一定要尝尝看这款蛋奶油派奶油泡芙，外面是酥脆的皮，然后里面的蛋奶冻超级浓郁可口。便利商店甜点能做到这个程度，真的是超级无敌顶的。就它做的是一个酥皮的层次，蛮多层的，真的是很爽。我觉得里面奶油应该还算是蛮好的奶油，因为它吃下去不会有那种油腻感，让人有点反胃的那种感觉。它就是一个很顺的奶油，甜的刚刚好，然后让你吃完这整块是很舒服的感觉。哦，中间这也好爽哦，这个我觉得可以给到5.1。这个我看得懂。黑色这是香草籽，对不对？香草籽是不是要比较好一点的甜点才会出现这样颗粒颗粒的？再下一个不是日本同学推的，是我妹推荐的，因为她也在日本读书，读了7、8个月了，所以她也吃出一点自己的心得了。生火腿卷 cheese， 之前来日本吃这种东西都有酒就很爽，但吃没有配酒的话，爽感有降低。记忆告诉我就是要马上喝酒，喝一口啤酒，哇 ，delicious。Wonderful。现在单吃的话，我会觉得这个生火腿的等级是不是没有外面其他专门在卖的店那么高？有一些筋在我的嘴里是有点咬不开的。但是印象中之前有吃到好的生火腿，应该是不用咬筋咬的那么痛苦的吧？cheese给我感觉是淡淡的味道在那里，就是跟以前吃比较好吃的感觉有这样子一点点的差别。你直接吃一块，告诉我这是不是你记忆中的味道cheese的味道真的比较没那么出来。我觉得之前是因为喝酒，所以觉得这个很好吃，但现在很冷静下来吃之后，就是火腿跟cheese可能各自还是有一些问题存在。我觉得我还是愿意给到4.3分，它还是偏好吃那边的，只是很明显没有之前吃那么爽。然后最后一个品项也是我妹推的巧克力蛋糕，特写一下。有一些巧克力小小块的，它不是整块都是打成蛋糕，它有一些层次在里面。一小块一小块的巧克力这样，棒蛋糕一般烤的就是整个是很蛋糕感很重，可是这里面还微微的有一点点面包的那个渣渣感，我觉得就没有整块棒蛋糕烤得很完美的那么爽。我再次强调，便利商店能做出这种水准已经是超级强了。这个的话大概就是4.6。我这样到底会不会太严格啊？我觉得前面2个品项吃下去的时候有点质疑，怎么大家推的是长这样呢？可是后面3个品项吃完后，整个分数又拉回来了，所以我觉得 OK 的，好不好？大家如果有来到 Lawson 的话，可以尝一下。我们第2家来到的是 Seiko Mart， 然后这里是北海道当地才会有的便利商店，是我的同学 Mitayu 他推荐给我的。他说一定要吃他们的大饭团，然后吃鲑鱼口味的。这饭团是热的哦，它是从那个热食部那里拿出来的。这饭团不贴心这样出来是倒着的
应该所有便利商店的饭团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外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是没有任何料的。受限于机器嘛，机器要把饭盖上去之类的，它一定就料只能在很中间。我刚才咬的上面超大一口都没有料，它的海苔超级无敌咸的，所以即便上面没有料，但是你吃着海苔配着饭，其实那个咸度也是还 OK 的。跟上一家一样，是一个捣碎的鲑鱼，这才228而已。我觉得如果以一个学生族来说，有这样的饭团超幸福了，好不好？就是饭的分量跟里面内馅的这个分量，我觉得都是超级爽的。然后这个香度的话，绝对比上一家的 Lawson 还要香超级多。Lawson 是3.5的话，这一家的这个呈现，我愿意给到4.35分，就是也没有真的到太高，因为它就是一个便利商店会有的饭团嘛，纯粹没有料理的状况下，可能极限的分数就在这里了。如果要对这品项做一个总结的话，那就是假抽霸的人绝对很喜欢。下一个是 Yuka 推的咸食，然后这个是任何便利商店都有机会找到的啊，刚好在这家找到，所以就先买了。他说我可能已经尝过很多很知名的 potato 或是知名的其他饼干了，所以他想推荐我一个更 local 一点的，4个口味分别是蟹、虾、鱿鱼、煎鱼，来加快买。哦，这是花生吗？某个豆子经过烘烤之后变成这样子的，确定了，花生是在里面。这个空洞加上那个皮就是花生会有的，然后外面是一层薄薄的饼干，海鲜味应该是在外面那层饼干。这有料一颗花生在里面，然后外面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饼干，这样完全没吃过的东西，所以要评分需要思考一下。但我现在整体是觉得很好吃，它就是那种会刷嘴的那种零食，就是你吃了你会有点停不下来的那种零食。因为有些花生如果没有特别调味过，或是太深的话，会有一些很重的花生味，但它的味道是刚刚好的。然后加上外面那层薄薄脆脆的饼干，整个口感就是烤这样，感觉是表面那层酱涂了一点可能煎鱼味啊、虾味啊、蟹味什么，但那个酱就是淡淡的，5分。Oh my god！5.1。然后如果大家真的有来到北海道的话，也很推荐大家来逛逛这里，它真的有很多热食是其他家便利商店没有的，大家可以去尝试看看它的各种热食，我觉得蛮爽。好，分享下一家吧。下一个是 Seven 的，然后是 Toy 推荐的豚骨拉面。推一个那么大的东西，我要怎么在外面吃啊？我刚才跟我妹确认过，她说在外面吃东西还算合理。我有点担心它闻起来有一个油味了，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很油。这个汤偏少，然后也感觉是蛮油的，应该主要不是拿来喝的，就是一个增加酱感的吗？我觉得面体不行，完全不行那种，它做的就很没有口感，这绝对不是日本人可以接受的拉面吧？你确定它的品相是写拉面吗？还是它没有写拉面，我误会它了？而且拉面，好一言难尽哦。我知道了，这看起来是一个假筹霸的。我那些同学他们也都还是大学生，所以他们会喜欢这种假筹霸形式的东西，我觉得蛮合理的。这肉也没有任何口感可言，这个我就不要评分了，这评下去哇就拍谁？我的表情说明一下。再来这个品项是韩弄推的干新美，但他推给我的应该是那个超市大家最常见的那个，可是我们因为是便利商店系列嘛，我们就找了 Seven 的来稍微评价一下。这闻起来味道就跟那个最有名的差很多了。好酸哦！这个干新美它写 sweet， 但我吃起来非常的 sour， 非常无敌的酸呢。应该有比较常见的那个酸蛮多的，4.3就好了，太酸了。PARM 巧克力雪糕，然后这是 Yuka 推荐的，但是因为他也知道我的评分超级无敌严格的，所以他也跟我强调这是一个很 local 的美食，叫我不要太严厉的去评断。廉价的很好吃的那种冰淇淋，难怪它可以成为日本的国民美食。白色的牛奶冰淇淋就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浓，然后还要香，所以我吃下去的时候是有惊艳到的。然后这巧克力也没有想象中的吃起来那么廉价，它吃起来是又甜又香，然后不会有那种脂肪感，就是吃下去你嘴巴不会油油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给到4.65，这个价钱，然后可以做出这样子的东西，真的是很厉害。它巧克力的味道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种，莫名的化学感，我反而觉得尾韵有一个油油的感觉。对，你给几分？2.5啊。病。在这家 Lawson 又看到了一个鸡，然后它的英文就是唐扬鸡没有错，我们就来吃看看。
这才是唐扬鸡，刚刚那个就是麦克鸡块而已，因为它是放常温的，所以我真的觉得就很普。跟那个我给3.5好，反正这个3.3，这东西常温真的就不好吃，不是 juicy 的，但也不是干柴的，它就是在一个中间值。这比最有名的那一款就是纸盒装的那一款还好吃，我觉得也是3.5左右。我不要3.5，你的脸那么开心是怎样啊？最后大家也留言留起来，你们最喜欢的便利商店食物品项是什么？告诉我，我下次就可以自爆它。